這可能是我撿過最有意義的一組城堡改造，不是因為這座城堡有多宏偉，而是因為這3年裡，我們不只見證了一棟老建築的重生，也見證了一段感情的開花結果。從2023年的第1條爆款視頻，到今天的第21集，達芙妮和伊恩從戀人變成夫妻，而現在他們也即將成為父母。說真的，看到這裡的時候，我比看到城堡完工還要開心。去年他們改造了達芙妮小時候的臥室，也完成了新娘專用的衛生間，還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了藏在衛生間裡的古老壁畫。而達芙妮和伊恩也在一次次改造中學會了新的技能，接下来他們準備開啟一些新的改造項目。首先就是城堡的大門，這個位置非常重要，它決定了別人對這座城堡的第一印象。儘管高大的門柱和鐵藝大門依舊很有氣勢，可一靠近就會發现問題其實不少，上面的石塊已經嚴重開裂脫落，這種地方如果繼續放着不管，時間久了只會越來越嚴重。伊恩還想在大門上安裝一個可视門鈴，這樣以後有人來訪就不用靠原始喊話開門。問題還不止大門這一處，屋頂上的老虎窗遠遠看過去好像還不錯，但鏡頭一靠近，問題立刻暴露出來。原本的油漆已經掉得差不多了，木質部分也顯得老舊斑駁。這就是老建築最真實的地方，每一個看似浪漫的角落背後都藏着一筆維修賬單。而進入室內之後，入戶玄關的地板問題更加明顯，這裡的地面已經殘破不堪，很多石板已經鬆動，一些黑色磚塊也出現了破碎。作為城堡的入口大廳，這個位置承載着太多進出動線，吊頂上的石膏雕花同樣有不少損壞。現在這座城堡就像一個年邁依然保持優雅的老人，骨架和氣質都還在，但每個細節都需要有人細心呵護。為了尋找新的水源，探警隊把外面的草坪也給折騰得面目全非。達芙妮他們找到了以前花園的資料，沒想到水池中央曾經竟然還有一尊巨大的海神尼普頓雕像，這個發現讓人特別感慨。很難想象現在這個破敗的花園，在過去曾經是噴泉流動、雕像矗立、賓客散步的地方。只是想重新制作這樣一尊雕像，預算顯然不低，所以達芙妮和伊恩現在只想弄清楚原來的尼普頓雕像到底去了哪裡。如果有一天能找到它，或許可以把它買回来，把失散的記憶重新接回家。以上就是他們今年要完成的改造項目。這天他們找來專業人士一起商討入戶玄關地板的修復方案。這些地板不能粗暴的全部換掉，因為每一塊石板都是城堡歷史的一部分，所以第一步就是先給每一塊地磚貼上標籤，然後再小心撬開，方便後續按照原本的位置重新歸位。取下的石板每一塊都要清理乾淨。這些鏡頭看起來不刺激，但很治癒，因為它不是推倒重來，而是在盡量保留原貌的基礎上，讓舊東西重新回到該有的位置。不過黑色磚塊裡有一些已經破碎的沒法繼續使用，因此全部都要替換掉。伊恩從倉庫找到了一些黑色大理石，按照原本磚塊的尺寸切割出合適的新地磚。雖然這些石材的厚度並不完全一致，但好在地面底部會鋪一層細沙，可以用來調整高度，讓新舊石板最後保持平整。這就是修復老房子最麻煩也最迷人的地方，它從來不是買一批新材料直接鋪上去，而是新舊之間慢慢磨合，讓今天的手藝盡量不打擾過去的痕跡。隨着黑白相間的圖案一點點恢復，原本破損殘缺的玄關地面終於重新有了精緻感，讓這座城堡正在慢慢找回當年的體面。外牆上的常春藤長得很快，根系在一點點擠進牆體縫隙裡，所以他們開始清理這些植物。在清理過程中，還在牆上發現了硬幣，看來不管在哪個國家，風水都非常的重要。如今城堡改造的節奏已經慢了下來，從2023年到現在，這個系列已經更新了21集，城堡在一點點變好，他們也一步步走進人生新的階段。有時候我會覺得，我們追的不是一座城堡的改造過程，而是一段被時間慢慢修復的生活。所以這一集，我想把最真誠的祝福送給達芙妮和伊恩，也祝福他們即將到來的寶寶。